Hello， 各位骚棒，今天咱们要盘的这个剧，我的妈！看完之后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。开篇就是经典中的经典，结婚纪念日，女主苏衍清决定离婚。但你以为这是个普通的悲情故事？不，女主的脑回路直接给我干懵了。她决定在离婚前，先把自己结婚3年的冰山老公给睡了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是什么离婚前的最后狂欢吗？堪称分手炮的天花板操作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女主就 emo 了。她暗恋老公周一渊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结婚，现在却要亲手终结。这时候她的好闺蜜天团上线了，开始疯狂给女主上对 buff。一个叫少元的说别离了呗，你还喜欢他。另一个叫暖西的，我怀疑他是来打 Apex 的，疯狂对女主补刀，说周一渊根本不爱你。他的白月光一回来，他就怒砸3大资源捧人家，完全没把你放眼里。你再不离，就等着给小三伺候月子吧。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强烈建议将这位暖西纳入 PUA 反面教材。在闺蜜的疯狂输出下，女主下定决心，等老公醒了就提离婚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剧情虽然狗血，但还没啥太出格的操作。然而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女主正摸着装睡的老公，突然一个声音在她脑子里响起：老婆是不是在摸我？我还是装睡吧，让她多摸一会儿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女主也懵了，以为自己出现幻听。紧接着，那个声音又来了：老婆怎么不摸了？难道发现我装睡了？我哭死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女主竟然解锁了 YY 网文女主必备金手指读心术，她能听到自己老公的心声了。我想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了，这部剧的核心槽点就是男主表面是个冰山霸总，一张嘴就是我很抱歉，我们离婚吧，但内心的弹幕比谁都多，活脱脱一个纯情又傲娇的戏精奶狗。女主拿着离婚协议准备摊牌，男主表面云淡风轻，说昨晚的事我很抱歉，一副无所谓我会出手的冷漠脸。女主心都碎了，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结果男主的心声是为什么啊？难道我昨晚表现得不够好？我直接绷不住了，大哥，你搁这进行售后回访呢？你觉得你老婆是觉得你表现不好才离婚的吗？这脑回路也是绝绝子。女主把离婚协议递过去，男主看都不看就要签字。正当女主心如死灰时，男主一个手滑，咖啡精准地洒在了离婚协议上。堪称致命空大，但又好像达到了目的。他嘴上说着弄脏了，你还有副本吗？心里却在狂喜，真的有副本啊！不要，我不想签字，签字了老婆就不要我了。我的妈呀，这神级演技，奥斯卡美女我不看，这哪是商圈巨鳄，这简直是茶艺大师和碰瓷高手的结合体。女主也终于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幻听，她真的能听到老公的心声。于是她顺水推舟说副本忘带了，下次再约。男主表面上淡定的说好，心里已经开始放烟花了，太好了，不用跟老婆离婚了。不过下次想什么理由不签字呢？之后女主和她的闺蜜团聚会，这群人再次开始输出，尤其是那个叫暖西的，还有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闺蜜徐朗，俩人一唱一和，疯狂拱火，说周一渊根本不爱她，外面早就跟白月光招摇过市了，你还占着周太太的位置干啥？徐朗更是重量级，那眼神那语气，懂的都懂，妥妥的下头男，就等着接盘呢。说曹操到，周一渊带着白月光白梦涵正好也出现在这家餐厅，闺蜜团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指着那边让女主看，说你老公都带着小三游街了，你还搁这留恋呢。我的妈，这简直是社死现场中的战斗机。然而拥有读心术挂的女主已经不是从前的她了，她看到徐朗温柔地帮她整理头发，周一渊的内心弹幕直接炸了，就是这只手刚才碰了老婆的头发，真想砍下来，让他永远不能靠近老婆分毫。好家伙，这占有欲，这病娇发言太吓人了。周一渊走过来，在所有人面前直接搂住女主，介绍说我是周一渊衍清的丈夫，然后又跟白梦涵介绍我太太苏衍清。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直接把闺蜜团的脸都打肿了。白梦涵还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问周一渊怎么刚才不介绍，结果周一渊的心声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不是号称情商最高的女明星吗？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白月光直接变成了白开水，这波反转我给满分。原来所谓的白月光只是公司新签的艺人，所谓的单独约会其实是和导演制片人一起的饭局，周一渊只是顺路碰上而已。他嘴上跟女主解释，心里却在纠结，
老婆会吃醋吗？我不想让他误会，可是好想看他吃醋，怎么办？我弟妈这个闷骚的男人，我真的哭死。他就像那种玩游戏只敢开小号去喜欢的人主页逛逛，还不敢点赞的怂包。故事的最后，女主在家装睡，周一烟偷偷溜进房间，看着老婆的睡颜，内心的 YY 网文模式彻底开启，好喜欢好喜欢，我喜欢老婆。一看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就好想把她锁在身边，那就用链子锁起来好了，用定制的，不会太疼也不会太磨，把我们的手脚都锁在一起，怎么也分不开，我直接裂开。这哪是什么商圈大佬，这分明是个脑内剧场，可以演100集霸道总裁的囚禁小娇妻的究极病娇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婚还离得成吗？请把锁死打在弹幕上。